瑞哥，我们都知道美国对于共谍毫不手软。之前我们才提到有一个人竟然偷偷的出口辉达的晶片，结果这样被判了20年。结果今天更大条来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美军的华裔水兵，他叫做魏金超。他现在竟然被发现说什么？他竟然把太平洋舰队这所谓的艾萨克斯号，它里面包括航母，包括 F-35机敏资料全部都露了出来。结果现在美国司法部这大刀一砍下去，终身监禁。没有错。那么这个美国华裔水兵他是海军的水兵叫魏金超啊。那么不要小看他的阶级是士官好像官阶不高，但事实上中共那么吸收这个相关的间谍呢，从最高级的将领一直到最这个低等的这个相关的阿兵哥呢，他一个都不会放过。对，为什么呢？因为魏金超呢，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线报呢？比如说他是一个水兵嘛，所以呢，从基本的拍照他可以拍整个比如说这个等于说2栖攻击舰里面的照片，跟他这个相关的照片，他可以偷拍那因为他都在里面服役，你不会把它当做一回事。对那美国人通常在个人很强调个人主义，所以呢，他不会想太多，不会想说你就是间谍，因为美国阿兵哥通常很爱国嘛，所以呢拍了一大堆，比如说舰艇的照片直升机的照片然后呢，比如说特战部队的照片，全部都被拍下来。拍下来了以后，连上面所携带的武器的照片也给你拍下来。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包括航线的资料跟技术手册。航线的资料跟技术手册这些，因为他自己本身，因为你要进出这些这个等于说那么航舰呢，所以你身上有个 pass， 有这个 pass 了以后呢，你都可以自由的进出对。那么航线的资料最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它等同就把美军整个太平洋舰队，他在太平洋上面，他要执行什么任务，他要怎么走，都事先泄密给中共了。那所以你要知道而且可怕的是什么？它是透过网际网路搭上线的。它跟我们这个台商不一样，我们有一些台商被吸收成为共谍嘛，对，它不一样，它直接在网际网路上面呢，那么直接搭上线，而且后来呢，美国的相关的这个情报单位发现他出生在中国，然后呢，他的妈妈通常如果你父母知道，哎呦，你的儿子在美军上面服役，美军的舰艇上面服役你知道如果有这个事情的话，你是不是要赶快阻挡？就没想到他的妈妈不仅知道，而且还鼓励他多偷情报。为什么呢？他妈妈认为你身为一个中国人，那么你偷了这些情报了以后呢，以后有机会在中国共产党那边任职你会不会想太多？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跟对方对头的单位呢，本来还要这个等于直接把他们邀请到这个等于中共去中共相关海外的地点。为什么呢？美其名说把你一些设备你要偷拍啦。像间谍设备等等的以前的间谍还有这个胶卷的时代，对不对？现在都是数位化时代嘛。然后呢，要给你一些装备的钱之外，他们可能希望一次把它问清楚，更多更详细的相关美军的这些舰艇的资料。如果潜舰的资料，如果这个等于说各航空母舰然后2栖，我一再强调，不要小看他是小兵，为什么？就是因为小兵，所以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所以瑞德，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美国是怎么样？一个小兵，他都不会去放过，而且我们讲，他恐怕会处置为终身监禁，就是台湾讲的无期徒刑。对，没错。结果台湾要不要？台湾对于一些共谍有没有无期？没有无期，这么轻的。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魏金超他后来成立2个间谍罪跟4项违反武器出口的这个管制罪，总共6项嘛。对，他总共拿了多少钱？新台币37万而已37万。他在今年的年底12月。预计应该会判大概是无期徒刑。对，那么一个年轻人大好前途，对不对？要在美军服役等等嘛，美军服役的这个条件又不错，就因为拿了37万，就因为这样子，他妈妈一定会很后悔。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因为这样有可能在美国被判无期徒刑那么刚刚讲的好，他只拿人家37万出卖这些情报，判无期徒刑。那我们台湾的共谍呢？我们有一个史姓的前空军少校的这个飞官嘛。他自己本身退伍以后被中共收买了以后呢，他去找学弟，去找一个这个许展成现在刚好最近呢才判刑他的学弟呢最近才判了一个7年6个月，为什么呢？找他希望知道哪些东西，因为你已经这个等于退伍了嘛，所以希望有更多国军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那么中共扰台的时候，那你
我们的国军他要怎么因应雷达的部分、飞机的部分，还有各式飞弹的部分，还有最重要的，其实他提供一个，除了汉光演习演训之外呢，他要知道我们的雄三飞弹改成这个所谓的空射型的雄三飞弹的布置相关的机密就对了。对，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前后交付了啊，他自己本身这个死星少校呢，前后大概中共呢2个国安部的这个人员呐，前后交付了他快100-200万，然后呢，没想到他只给他这个许姓学弟呢20几万呐，20几万，现在啊，结果竟然就把我们雄三飞弹，那么空射型的雄三飞弹，那时候研议要在 IDF 经国号 F-16V， 那么直接架设在上面，那么可以直接打那么直接打他们的各式的船舰嘛，就把这些资料给交给了这个中共。所以他资料给了之后，我们没有想到一个事情是什么？他们竟然可以判到这么轻。对，我们之前已经讲了，美国是怎么干，小兵无期徒刑，结果你这个随便2年6个月，太少了吧？这个现役空军的这个等于说啊，那么许姓学弟他因为是现役的，所以呢，他又交付了他手上可以拿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呢，所以他用泄密罪给他判7年6个月。对，但是这个死刑，照理来讲，始作俑者不是这个死姓少校吗？退役少校吗？他目前为止判刑确定了才2年，才2年6个月啊，他还有其他的案件呢还在判，但是预计加起来也不会太重，我觉得太轻了。那么如果是在这个不客气讲，如果在2蒋时代的话呢，不是枪决也是无期徒刑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